这就现在北京实体店的现状。这人太少了。北京至少减少100万人，地铁没人，路上不堵，房子2000都租不出去。这列地铁还没有超过10个人。中共官方称中国有14亿人口，但大量网络视频显示，大陆不但城市冷清，乡村也空旷。越来越多的民众质疑中国人口的数据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14亿人口都去哪里了。中共统计局今年1月17号发布数据，称2024年底中国人口14亿828万，比2023年末减少了139万，人口自然成长率为负0.99%。根据当局的官方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口只是小幅下降，但民间感受却是远非如此。各地网民拍摄视频显示，多地曾经熙熙攘攘的商场、街道都变得冷清，就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是如此。有没有发现，今年北京的人越来越少了？年后本来是返京高峰期，然而今年北京的人感觉少了不少，有大把的房子租不出去，路上人也冷清了不少。现在比较火的岗位都是代驾、滴滴、外卖小哥，这些岗位一个月月薪6000，除去水电房租还剩下多少？你们说在北京还有机会吗？最近投出去几百份的简历都是石沉大海。这就是北京首都的现状。这前头是原来我在这做生意的时候一个3岔路，这上班一般的情况都是必经之路。看看这上下班5点多钟没人，这是必经之路，上下班就这点人，看见没？原来都是人挤人车挨车的，现在根本就没有，熙熙攘攘。就这么一条街，原先都可繁华了哈，现在呀，你看看这是招租的哈，多了去了，好几家。我刚才看了看，这一条这个地儿呢，就属于这个在北京来说都属于好地儿啊。以前在这儿租个地儿可难了，现在你看都空的呢。在招租当中，而且呢，我看有些从去年好像就没有租出去。你看这儿都空着呢，都在招租啊。现在呢，各行各业萧条的很呐。就在北京这个地儿，寸金寸土，你租个房就是那个店面啊，做个什么生意的话，10有8、9就得赔钱，而且一赔呢，可能啊就会赔得很惨。哎呀。机场现是下午4、5点左右，发现北京大兴机场的死凉凉了吗？才下午4、5点就没什么人影，可能这个点就没有什么航班了。按理说这个机场这个点应该不缺航班才对，应该也不缺人流才对。或许是经济环境造成的缘故，航班不是特别多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场太过偏远，所以大家不喜欢跑到这边来。即使它又新又大又高级，不但这里没有人，里面的免税店也基本上没有人在买了。飞机的乘客数量一言难尽，放眼望去，前面的舱位只有零星的2、3个人，后面的舱也没有坐满，看来真的是挺凉的。这样也不知道航空公司是否能赚回本，还是继续亏本运营。大家好啊，我其实很少已经在北京约这种酒店大堂见朋友了，然后其实这个椅子都脏了，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感觉这2年北京的这种高端服务业吧，跟10年前比吧，差挺多的。然后整个酒店的大堂呢，以前你知道就是酒店大堂到处都是这种西装革履的，然后大家在谈业务啊、谈生意啊的人，现在感觉少了很多。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选择酒店的原因啊。现在的中关村怎么静悄悄，也没有人呐？这儿还挂着 U 型锁，街上的行人寥寥啊。然后啊，这是原来那个大门啊，大门紧闭，还写着大数据时代。当然啊，这个广告牌也是褪色了啊。那么以前呢，这是一个超市啊，叫全家爱的超市，也是关门了，因为里边没有人了嘛。这个上边呢也是貌似贴着出租哈，这也是貌似贴着出租，但是没人租了。看一下
这个太鹏大厦写着招商租赁热线，但是呢，电话也是被涂去了啊。那么索性我也不租了。这个口腔医院那肯定是比较暴力的，对不对啊？也搬走了，这个变化太大了，只剩下一个上海银行啊，还在这儿苦苦的。可能是因为很长时间没坐地铁了，今天给我惊着了。西二旗换乘站没了当年的人山人海，甚至车厢里都有座了。这是西直门的进站口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在这个萧条的时代，愿大家都安好。我在北京国贸的一座大厦里面开会，然后坐到31层转电梯，整个楼层一个人都没有，感觉一个人在这里面都害怕。My God， 这是哪一个要去1楼坐哪个电梯啊？为什么都是上的？看家人们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现在下到1楼了，1楼也是没人。这是1楼大厅，今天是周六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像一座空城一样，非常的萧条。这是大堂，真的没有一个人。博主小平在北京开了一家便利店，他说生意快做不下去了。北京一线城市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在北京开了8年全年无休的便利店，国庆后的生意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北京。我现在经营的这个便利店是5年前花38万转让过来的，位置在北京一个还算比较大的小区门口。为了节约成本，店里只有我和父亲2个人轮流守在店里，一天16、7个小时。平时老爸一般7点半就开门营业，这2天老爸回老家，哪怕我昨天晚上守店到12点，到家收拾1点才能睡。今天早上依然坚持在7点半左右开门，守到8点多才有2个顾客来买了2包8块钱的口粮。过节之前生意还算说得过去，那会我早上每天8点多给老爸送早餐之前，运气好的话营业额能到300-400，总体来讲勉勉强强还能说得过去。没想到从10月2号开始，一天还是守店16、7个小时，但挣的都不够一天的成本，简直不敢相信北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。博主小平说，有一个顾客经常到便利店买东西，他的工作是跑外卖的。昨天他买完东西后，他说在北京混不下去了，要回老家，因为他1个月才挣6000多块钱，减去房租、水电生活开销就所剩无几了。再加上现在北京跑外卖的满大街都是，他1年下来也剩不了多少钱，所以想回老家。北京等大城市很冷清，而农村呢，似乎也没有什么人。今天是25年的正月初8，现在我们整个村呢，安静的只剩下鸟叫声了。这里是我们村的篮球场，还有文化中心。按理说往年的春节，大家都喜欢集中在这里搞活动的，但是今年整个春节几乎看不到有人在这里搞什么活动。我带大家看看我们村其他地方的景象，安静的很了，感觉整个村都是我的，空荡荡的。要是城里面有这么多空房子就好了，那租房就好租多了。怎么这么安静呢？都看不到人影了都关着大门了，大白天了，到处冷冷清清。整个村逛一遍下来，非常的安静，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，没有我们儿童时候的热闹。整个村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，偶尔能看到1、2个老人家、小孩子。中国官方宣传中国有14亿人口，但很多民众质疑，城市里人变少了，农村也很冷清。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人，他们能去哪里呢？总该有个去向吧。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，中国死亡人数巨大，中共讳莫如深。2023年，中共民政局发布2022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，历来会发布的火葬遗体数据却消失了。有分析认为，当局不敢骤然公布真实的死亡数据，这样就不至于引起社会震动。在疫情期间，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？马斯克 XAI Grok 3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推算有1.5亿到2亿人失踪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早在2年前就曾经表示，3年多来，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，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，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，中国会死5亿人。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是怎样的情况。年都过了这么久了，
你看这个小区门口的商铺啊，还空了这么多，光这一片就空了有8间。曾经这个位置啊，也是一铺难求，一年租金也能租20-30个，现在是无人问津。所以说，经济的下行啊，受伤的不光是住宅，商业项目也是一样。现在开店即关店，守店如守寡。上海最近似乎有点不对劲啊！俗话说得好，事出反常必有因。最近，上海和北京出现了3个令人诧异的现象。首先，空置房的数量多得惊人，远远超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。要知道，这2个城市可是国内人口最多、土地资源最紧张的地方，这样的情况实在让人费解。再来说说第2个现象，高考报名人数少得可怜。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342万人，而上海和北京2个城市的报名人数加起来才5-6万人。最后一个现象就更加明显了，移民的人越来越多，特别是上海，移民话题的热度暴涨。那些疲惫不堪的中产阶级们，很多人都选择了移民马耳他，在马耳他只需租个房子，再捐赠6万欧元，全家就能获得身份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上海的办公楼很多企业都在退租了？这个现象真的是蛮吓人的。从过完年回来和一些朋友聊天了解到的，还有我自己所在的这栋办公楼，就有很多公司啊直接没开门了。我们这栋楼现在至少空了1半以上，除了办公楼，沿街商铺的情况也不乐观，基本上隔2家就有人贴上了转让，或者是本来3开间的门面自己缩小成1间，把另外2间租出去，希望以此啊来缩减成本，回血。这些商业咱就不说了，毕竟现在生意不好做，大家都不敢轻易去投资。可是现在就连小区的出租房空租率都直线上升，而且房东的挂价也是一跌再跌，人都去哪了？是都去住公司宿舍了吗？大上海都没有夜生活了，大家都有同感吧？上海的晚上变得是越来越冷清了，和以前的区别很大。表面看呢，是因为商圈的模式化、经营商家的同质化，导致呢失去烟火气，那夜生活呢失去了吸引力。但深层次的原因啊，还是普通人越来越不敢消费，也不舍得消费。从上海今年的消费数据来看啊，多个月份都是负增长的。那除了食品以外，各行业都是在负增长。可以想象啊，商家经营的情况呢有多么的不容易。如果说天天是为了生计范畴啊，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贷款啊、各种孩子的教育辅导费啊、信用卡账单啊、老人的负担啊、单位的状况等等这些问题，那自然没有心情和精力去外面吃喝玩乐，哪怕去了也放不开。那上海消费数据的负增长已经足够说明了很多问题了。大家现在越来越难赚到钱了，甚至工作不稳定，但是开支呢却依然那么多，挑战和困难呢更是一个不少，所以呢都不愿意去消费，夜生活那就更不用提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